我会想要选择160 M5，完全是来自于这颗 S85 的 V10 引擎。我认为听着它的声浪，感受的整台车机械运作的感觉，让我觉得开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小就是非常喜欢看 F1 那我自己本身在看 F1 的年代，大概是从95年到2010年附近，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横跨了F1 V10 3000cc V10 的这个黄金年代，所以对这个引擎的一些声浪啊，一些高转速的表现，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应该是说，我是由这一颗引擎去找到这一台车，那完全被这一个S85 这个引擎所吸引，才想要说，去找这个唯一的搭配 V10 引擎的160 M5。大家也知道说 ，B&W M 炮系列的 S 系列引擎，它是比较赛车化的引擎，所以我比较会避免在市区这样走走停停的环境使用。那多半是我会在南北长途这样子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或者是长途巡弋，在整个快速的一个道路上面才可以去体会到说这个引擎所带来的一个它的性能，还有它的声浪。M car 真的就是 M car， 真的是非常佩服 B&W 在这种 M car 上面的这条调教。所以这台车其实开起来，今天不管是在市区，或者是更不用说是高速弯道，其实你会觉得它的指向性非常非常的精准。车头的整个感觉，并不会说有一颗 V10 放在那一边，让你会觉得说在过高速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推头的感觉。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一颗 M 的一个防滑差速器。它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配比它左右轮的一个速差，然后在弯道的时候提供你最佳的一个抓地力。所以这台车其实在做高速过弯的时候不仅稳，而且速度也非常的快。除了 S85 这个引擎所带来的甜美的声浪以外，其实我另外一个最享受的就是这个变速箱所带来的顿挫感。那我会觉得说比较有在开车人车一体的感觉。那尤其是这台车转速如果拉到高转速的区域的时候进行换挡，已经是可以用所谓的冲击感来形容，会越来越想要去开快它，到后面会达到所谓人车一体的一个境界。F1 大概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应该在95年左右，到20世纪的2005年吧，大概有10年的时间是采用 V10 3000cc 的一个引擎的一个规格。B&W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应该是先提供引擎给威廉士车队，那后来结束合作之后呢 ，B&W 自投入到 F1 的赛场上面，大概也是在这10年里面呢，就是有累积了相当多的这个 V10 引擎研发，还有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技术跟心得，他们自然很想要把这样子最当家的技术去运用在他们最当家的车款，在当时候来讲，当然就是 M5 跟163的 M6。一般正常人会想说，哇，你这一个 V10 5000cc 油耗也不好，然后在台湾税金也重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要去买到 M5 这种车，你要享受到它的高转速的声浪、加速性以及大排量所带来的一个行车质感，觉得这个都是所谓的必要条件。这一台车S85 引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它跟 S65 V8 这颗引擎一样，就是说因为是属于比较高转速的引擎，所以在它的一个波斯的地方
通常国外的一个经验差不多10万公里上下会有一个磨损的现象，所以一般大家都会建议说里程到了大概10万到了，建议先预防性的更换。所以我这台车拿到手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10万了，那也跟前一手有确认过说他没有换过波斯，所以后来我有先预防性的先更换波斯。那再来这一颗 SMG 第3代的变速箱，也听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通病那我自己本身有遇到的是它的离合器片的一个磨损，但是我不认为说这个是所谓的故障，因为这个对 M Car 来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耗材。BMW 的这颗 S85 引擎代表着内燃机引擎发展的巅峰。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汽车杂志上面所讲的车子性能好啊怎么样啊，几乎都是以容积比的这个概念来去看，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标杆，就是说1公升可以炸出100匹的马力，好像是所有性能车厂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就很深刻，包含就是 Honda、Ferrari、BMW 的 M3， 其实后来陆陆续续这一些标榜着性能的车厂呢，他们陆续都去开发这个就是所谓的每公升可以炸出100匹甚至更高的这个马力容积比的车，来证明说其实我们家的技术是可以做到这样，而且又是可以经久耐用。对于像我这种比较 old school 的来讲呢，我认为这一颗引擎真的是代表着 BMW 他们在开发自然进气的一个集大成，那包含所有的一些可以想到的技术 ，Double 的 Vanos 系统，那它的一个赛车化的引擎是短冲程的引擎，好，然后每公升的一个马力容积比呢也是破100匹，好，所以种种就是代表着说，提醒着我，就是说，经历了我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那可以拥有这一台车，代表的不仅是圆了我小时候那个时候爱看 F1。那也对于这些汽车技术点的一些执着跟喜爱，那可以拥有到这台车呢，可以说是有一点梦想成真的一个感觉。大家好，我是一个很喜欢传统内燃机引擎的 old school 的人，所以我非常享受开着这台车带给我的感觉。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就把它移到这边。这个跑了4000多公里，它都没有变形啊，没有什么问题。看起来挺重的，它油压顶杆自己伸开。是啊，它有那个纱窗啊。哦，第一层是纱窗，这几公分？20 mm。然后顶部也升高了20，你拿回来就直接到店检查，我们检查到它这个副车架这个占了变形，那个防倾杆已经一边高一边低，所以它开起来会方向不正。所以这个是10代18路10代 STI 的那个摆臂来的，它这个就是你在户外你要去游泳啊或者露营啊，你要换衣服啊、冲凉啊、淋浴啊，它这个就 OK 了。就像说那个移动马桶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嘛，都在里面嘛。绞盘我们基本上要装一个独立开关的，这个一定要独立。断电嘛？我纯电动的。对，电动的。